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英伟达盘后给出了温和财报，再次验证芯片领域还是英伟达的天下。但可惜的是，不及完美预期，盘后还是出现了下跌。不过，依旧有分析师认为，26年年初英伟达将到达5万亿美元。科位盘后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阿哲认为它的超跌反弹很快到来，因为上期视频我们讲到的买点它出现了，可以多加关注。而特斯拉则出现技术面超买回调，再找波段加仓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1期的视频，我们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分享一个新的 K 线方法，叫做变盘阳线。通过变盘阳线，我们可以知道市场在某些位置容易出现方向性的选择，会选择继续向上还是掉头向下。而我们在昨天收盘又遇到了这样的一根阳线，我们如何去识别未来的方向？那么第二部分呢，会讲到纳指的浪形以及日内的短线撑压。那么讲完我们第一大点的纳斯达克指数分析之后，我们再来到关于个股的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科位等以上个股的分析，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不过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依旧要温馨提醒一下我们的新同学，如果您是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视频所涉及到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会偏长。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或者说对您都有帮助。所以阿哲把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都标记了时间轴，点击底下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而后您专门挑选最喜欢观看的内容即可。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叫做变盘阳线。阿哲会分享叫做阴阳交错如何识别变盘。如果您是老同学学过这个方法，你也可以跳过这一部分。那么新同学，我们来到今天的全新学习了。这一项技术特别简单，但是也挺有趣的。它呢是通过 K 线的颜色来去识别市场何时会出现变盘。那么它有2种识别的一个规律，而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种，也是目前市场所出现的这一种。当你发现市场的 K 线颜色在出现交错运行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用到这一种方案了。我们看到最近的行情走势，从这个低点上涨，而后下跌，再到最近的这种运行，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大部分时间它的 K 线颜色都是交错运行，它没有或者说很少出现连续2根同样颜色的 K 线，基本都是一根阴线之后就接一根阳线，阴线之后就接一根阳线，而很少有连续的出现，除了这3根阴线。而这3根阴线一旦连续产生，你会发现第一点就出现变盘，也就产生。那么这一个方案它的一个要求，我们简单说一下。首先，它必须要有4根 K 线已经产生了阴阳交错，没有连续的2根同色 K 线产生，那么都是不同颜色的。那么这4根 K 线一产生，说明市场进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状态，如果要去识别它的变盘，它如果要改变，那么必须要有同色 K 线的产生，才能够识别它的变盘。而同色 K 线就作为变盘点的出现，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市场走势。从这个低点开始往上运行，它一直都是异色的交错的出现颜色，而到了这一波下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根阳线的后面是阴线，说明这里还是正常的，是交错的。当这根阴线的后面却是再一根阴线，这一天本来应该是阳线的，按照平衡的规律，但它却是阴线，所以这一天它就是我们的变盘阴线。那么变盘阴线如果是下跌时产生，则容易是变盘低点。同时，它的确认信号是高点被突破，那么低点再次确认，股价方向将会往上运行变盘。我们再看到前期的这几个变盘 K 线，那么像这里是不是出现了4根 K 线是交错的运行，而后出现2天的同色，那么它是变盘阳线，高点被突破，那么方向呢则向上。而这里又再次出现4根异色 K 线，而这一天是一根阳线，跟昨天是相同颜色，所以它是变盘阳线。它的高低点你要作为防守，发现无法去创新高，无法突破，那么要谨防市场向下变盘。而看到现在
市场呢是不是又出现了4根 K 线？它是异色产生的，在本次反弹当中，那么看到最近这2根是同色阳线，也就是说昨天收盘为阳，那么这一天为变盘阳线，它的高低点作为关注点，而后因为本身在反弹当中，那么这里容易出现变盘高点，确认信号是收盘把它的低点跌破，确认变盘高点形成。而如果收盘价能够把它的高点给突破，那么这里将是一个中继变盘，那么市场将会延续上涨去新高，而这一个方向大体就是再创新高。这是通过变盘阳线、变盘翻案，我们去识别到的市场目前的方向改变的一种识别。那么以上观点就是通过第一个技术叫变盘阳线去识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空间的压力和支撑上，看到纳指的浪形。目前所看的是第2小节纳指浪形的分析，当下的市场依旧还存在一个5浪可能，目前市场还是处于5浪的运行当中，而5浪高点是否成立呢？我们依旧要关注本次反弹整体的力度，如果不能够创新高，那么5浪高点很大概率就是前期的这个高点，而反之再创新高，5浪高点继续寻找。目前这个5浪高点是否能够形成，我们除了去关注市场当中的变盘阳线能不能够再次被突破之外，也可以看到关键的支撑位，看到这一个支撑是21,289.8，这是前期1浪上涨的 0.618 的预测价值，这是前期上涨1浪范围 0.618 的数值。那么这个价格呢，曾经出现过多次的一个压力位的反应和支撑位的转换，那么现在股价再次的站到了它之上，那并且站稳了4天，我们认为这一个 0.618 的价位它依旧产生了支撑。那么价格走势如果真的发生了调整，那么只要不跌破这一个支撑位，后续的股价它只是变盘小高点，还是能够性情上涨。反之，如果真的变盘向下，同时有明显阴线跌穿 0.618 的价位，那么这里的高点有很大概率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反弹高点。同时，我们在看到上期视频以及呢我们最近广播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那么阿哲最近讲的比较多的是30分钟当中的一些信号。在8月27号，阿哲的盘前广播当中有提到，周二的收盘30分钟最后一根 K 线是黄色 K 线，它说明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区域。而黄 K 在盘中如果出现跌破，就要小心，调整将开始。30分钟的风险将会由30分钟的黄 K 跌破去产生和预告。这是昨天盘前广播所提到的内容。那么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这一个盘前广播呢，未来您在1个月内都可以免费的接受得到，这是我们订阅同学新同学的一个粉丝福利，大家可以去找到助教老师领取即可。而在8月28号，阿哲这边呢是凌晨了，那么已经有出现了黄 K 的破位，所以阿哲有讲到纳指30分钟黄 K 已经开始破位，那么飘带呢也比较窄，那说明多头不算稳定，很容易转势。当短线呢还是要看盘后英伟达财报，当技术面有风险，我们还是要规避一下的。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30分钟图表，目前30分钟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股市从前面的低点快速反弹之后，市场一直走的是一个震荡。那你会发现价格在大涨之后走的是一个缓慢震荡的上扬，好像走了一个收敛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有可能是下跌的中继状态。那么前方这里有个缺口，这个缺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补，而未回补的缺口底下产生了压力反应，这是不太好的一个情况。而目前上方的关键压力就是这个缺口处能不能有一根阳线能够收阳站上，那么突破之后这个压力就消失。而缺口的压力是前期下跌以来它的最后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一旦这个缺口被收阳有效的突破站上，那么30分钟它的目标将会直接移动到前高。所以当下30分钟这个缺口呢，作为你去关注的重要关键的小级别的压力。而我们再看到黄 K 方面，像这一根 K 线黄 K 代表风险存在，但是它的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好，那么这一根黄 K 产生的时候，它的低点就被跌破了，这也是阿哲呢去提醒到的风险的存在。而这根黄 K 的高点，它目前也还是没有被突破，所以黄 K 的风险依旧存在，而底下的飘带呢也依旧还是没有发上。那么下面有一个飘带支撑，上方有一个压力存在，这里它也结合日线的变盘行为，将会选择一个方向。而这个选择的动作呢，应该会比较的大，某个方向力度应该会比较明显。
所以目前的市场来到了一个风险区，而在30分钟所产生的调整，是否会让我们的30分钟的飘带由紫色转为黄色，由多头转为空头，将是接下来我们日内要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在盘前广播当中，阿哲到时候也会给到一些关键的价位，所以如果您还未能够看到盘前广播，也记得订阅阿哲后及时找到助教老师领取。以上就是我们的第2小节有关于纳指的浪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第3点。在第3点当中，阿哲要讲一下有关市场当中的日内撑压，这也是阿哲呢每一期视频都会去给到的一个点位。那么关于今天的日内要关注什么支撑和压力位呢？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把每一只个股今天要关注的支撑和压力去好好的告知各位，大家也可以认真做一下笔记。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呢，就是阿哲盘前广播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呢，除了给到一个指数的分析，还会给到个股、短线以及波段方面的一个数据的更新。因为阿哲视频呢是每周的周2、周4和周6啊，一般来讲是这3个时间去更新的，所以不是每天的日更。那么有些时候个股的分析呢，可能时效性会差一点点，所以阿哲用这个盘前广播做一个弥补。盘前广播呢，阿哲会每天的美股开盘之前去更新，基本上呢也不会拖更和落下，所以它的时效性会更强一点，更加善于让大家去跟踪阿哲的每天的观点。而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指数和个股的关键点位了。阿哲盘前一般会给到3个，一个是纳指和特斯拉以及英伟达。那么我们看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昨天的关键点位，那么这个点位怎么去使用？你只要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就行。收盘价和这个点位的关系，如果收在高点压力之上，说明日内突破了压力，那么多方强势；如果是跌破了支撑，则说明空方强势，多空之间将会以此作为转变。我们看到右侧的图板，那么在右侧的图表当中呢，是纳指的日线图。日线图中有一些 K 线底下是带有一些标记的，我们称它为红绿灯的标记。那么阿哲这个指标是完全就是以我们盘前的点位来去进行设计的。如果盘前所给到的点位在当天收盘是被突破的，那么就说明多方强势会标记绿灯；而如果是跌破支撑，将会标记我们的红灯，说明空方强势。那么多空之间以此去一定程度上去识别，当市场出现绿灯而后保持绿灯，保持上涨，我们就认为多头强势。当市场出现红灯的时候，开始要小心，开始要注意风险，而重新转为绿灯时，再次的看涨，再次的认为机会的出现和衍生。所以用红绿灯，用这个点位去关注，很多时候呢，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去把握到多空之间的转换。它虽然不是每次都那么及时能够让你卖到高点，但至少它在每一次行情的时候都会给到一些提醒，会比我们自己去研判、去判断会更加理性一点。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的这波走势，从绿灯开始到目前绿灯的延续，它只要是一直保持绿灯，亦或者是无灯，只要不出现红灯，那么这一波上涨它出现了任何调整，我们都认为它都是一个合理的，或者说它都是一个正常的调整，不影响短期的趋势。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点位，那么像昨天的 K 线底下是没有任何的标记的，说明昨天的收盘价在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之间，说明还是保持多方的强势。我们再看到今天的关键低点支撑是21,533.22，那么这个价格如果被收盘价给跌破，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将会出现红灯 K 线。那么今天一旦是红灯，风险将会开始显现。我们认为这个调整就有机会影响到本次的反弹行情，有机会成为反弹高点。而反之，如果收盘依旧在这两者之间，甚至呢能突破高点压力，就说明多方强势依旧没有问题，保持看涨即可。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最新的点位预测。那假如您想要每天都看到这个点位，每天都能够知道关键的点位在哪里，那么阿哲依旧要提醒各位，您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那么新订阅的同学呢，将会领取到1个月为期的一个福利。那么这个福利呢，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刚才阿哲所讲到的订阅粉丝的专享福利。那么这个福利怎么去领取？很简单，您打开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那么在评论区当中呢，有阿哲所发布的一条置顶评论，里面有一个链接，那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那么后续您的福利都可以跟助教领取，有任何的课程安排也会由助教通知到您去学习。那么第2重福利就是我们的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了。有一些课程阿哲呢是不会公开去讲的，有一些知识呢也不会公开去分享，只针对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去专门的讲解，去更加细致的去教学。
而这些课程是美股收盘每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都会进行分享。那么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您就可以收听到这些课程了。当然了，如果您觉得点击这个评论有点不太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的一个标记，点击之后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助教老师，这是一个更快捷的方式。那么阿哲同时也讲一下我们现在的课程安排。我们的内部课程呢，一般公开的同学是看不到的，只有订阅粉丝同学才能够参加。这2周的课程，我们第1周讲的是涨跌先知，第2周讲的是反转主机。大家根据香港时间去换算一下您的时间，每节课程都有直播，同时在课后也会有回放进行一个提供。大家在学习我们的财富狙击之旅，大家在学习狙击财富之旅我们的主题班课的时候呢，记得跟助教老师好好的联系沟通。有不懂的也记得跟助教老师好好的交流。那么以上这2重福利就是给各位刚订阅的同学一个更加快速进步的一个方式。希望您点击订阅阿哲讲机务频道之后，您开始能够在技术分析有所发展和成就。那么感谢您的订阅，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新同学的点击订阅，以及老同学的点赞和照常的评论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分析环节。在第1部分，我们用了几种方法告诉大家目前市场的关键的一个分析的角度。那变盘阳线呢是比较简单的，你关注一下下一根 K 线的动向即可。那么如果市场出现风险，那么很多个股同样也会发生危机的产生。那么像你目前所看到的第2和第3部分，那么阿哲标了比较多于平常的红色块，那么这些红色块的个股呢，就是相对存在一些风险的。当然，这里有一些风险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比如说 APP。那么 APP 这个个股呢，我们在前期多次提及之后，它连续上涨了接近1周。那么现在来到了左高的压力，虽然还没有明显下跌，但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所方向的抉择？所以这种呢，也相对也要小心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它的空间方面。市场的一个走势呢，它已经脱离了一个收敛状态，已经很明确的往上去运行。那你会发现，最近它已经从前期的低点降低，转换为了一个低点在抬高，而后高点也在抬高的态势，是不是很明显走的是一个上行的走势，有点类似于上行的通道。那么整体来讲，它能够去收盘创出左边新高。虽然目前的走势还不算很强势，因为创了新高之后呢，它就走弱了。那么创了新高之后就容易回落，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通道的形成，通道的雏形。那么股市如果真的上升趋势要很强的话，一般创新高之后呢是要延续上涨，那种呢叫做一个相对主升的行情。而目前的特斯拉它的节奏是什么呢？就创新高之后会走弱，创新高之后呢会有不定程度的回调，只是回调的力度和它的节奏相对变得更强一点。前期呢可能会出现2波的回调，而后呢这波新高之后它是单边的回调，那么其中呢只是略微的反弹一下，那基本也是日线单边。像这一波回落呢，正常来讲，如果趋势真的要走主升，它正在加速的话，它这一波回调的力度应该比前面的这2波回调要更浅，并且更加简单。比如说它可能出现的是2、3根阴线，而后直接反包，而后启动，那不会像前面这里走2波的下跌和走下跌反弹下跌，而应该是比较简单几阴下滑之后直接反包启动，那种呢就说明要加速了。而假如它这里依旧是出现了缓慢的下跌，反弹再下跌，就说明它还未有启动加速的一个前兆，目前还在通道当中。那么不管是哪一种，我们在回调过程当中依旧积极的去找到一些买入点位和加仓点位，所以波段依旧看涨，只是呢它是延续通道还是说它即将加速。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动能上，我们说一下短线方面。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呢，阿哲是有讲到，目前的特斯拉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刚才在指数分析时，我们也讲过30分钟有黄 K， 那么这是一种风险的信号。你也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这一波股价的下调，是不是也是前方有黄 K 产生啊？所以当时的纳指我们通过黄 K 也在这里识别了风险，逃过了一波下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特斯拉。就黄色 K 线为什么能作为一种经常产生的风险有效的提醒，就是因为它确实是符合价格一旦超买就容易调整的规律。技术面上你要有所关注，像出现蓝 K 的时候呢，市场出现了超跌，会以机会的产生；而如果市场出现黄 K，
那你要注意了，这里再买容易买到高点，所以之前的蓝 K 我们能够以此去买进，而黄 K 呢以此要小心风险。每次黄 K 时都有风险的出现，那么这一次黄 K 会不会出现风险，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有所防范，因为每一个黄 K 产生时它都容易有调整，所以我们认为呢，这里的黄 K 依旧不能构成买点，当然它目前也没有说直接出现风险。我们的黄 K 风险是什么？会出现黄 K 消失 K 线，比如说这里黄 K 消失，而后把昨天黄 K 的关键点给跌破。如果黄 K 的影线很长，你就看它的实体；如果像黄 K 没有什么影线，那你看到最低价收盘跌破，你就离场。收盘不跌破，右侧呢还没有明确的风险。当然，你如果是偏左侧投资者，你说我在这个低位短线买进了，目前涨到这里有黄 K 了，能卖吗？也不是不行。而我们在看到趋势方面，它的飘带呢是在走为向上，并且有发上的动作。我们看前期它震荡的时候，它的飘带一直是走平的，而且这个黄色和紫色交错运行的，不稳定的。而目前的飘带呢是往上运行，并且它开始放宽了，目前的支撑在334.575。那么这一个节奏就说明价格走势的中短期趋势在明确的变强，而它的中长期的关键点呢也在这附近。对于波段投资者来讲，我们的特斯拉一样的以这个区间作为支撑，那么更加准确的就是以这根大阳线的低点作为支撑。价格回调过程当中，你可以以飘带上沿止跌作为买点，也可以呢以170止跌为买点，关键看它的调整的区间和力度。所以关注几个点位呢，一个大概是335附近的支撑，一个呢是170均线附近的支撑，这是未来下跌时你要关注的能够低吸的关键点位。而从红绿灯的角度，目前在绿灯之后一直保持无灯，所以还是延续看涨的。我们看一下关键的价格，在今天预测的低点是346.261，高点的压力是352.495，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特斯拉分析，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因为财报方面的指引相对温和一些，所以呢不及花街的预期。那么这种情况下，市场它有没有给出一些提前的提醒？其实是有的。你会发现在这一个区间之内的两根阴线，它出现了大阴线，然后这个两根阴线的高点呢，其实都没有被突破，都产生了压力，这本身也是资金的一种流出的现象。我们说过，龙头引力上出现了连续性的红柱产生，这也是资金流出。所以这个位置出现盘整的时候，你去做多，在这里不去减仓，相对来讲是偏激进的。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英伟达走到这里，你可以不去看空，但是呢，走到这你再去做多，它的性价比可能远不如去做多其他个股。我们再看到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它整体是走出了一个上涨，但是回到了飘带之上，而飘带呢是在收窄的，和特斯拉的飘带发上不一样，它呢是收窄的。那么收窄的飘带说明趋势的减弱，那么说明趋势的徘徊。它这一波的震荡让趋势的反转将会变得简单。如果这里出现了下跌力度较强的一个走势，而后续反弹，那么股价将会让这个飘带转为一个黄色带。那黄色带的出现将会说明飘带为中短期的走空，这一点是要特别小心的，因为市场在长时间的飘带转为蓝色之后，一旦转为黄色带，那么后续想要再回归有效的上升趋势就比较难了，它可能会成为震荡再下跌。所以这里呢已经是连续很长时间的一个紫色带了，这里如果再出现下跌破位之后再反弹，飘带将会出现一个转为黄色，那么后续的趋势要去扭转就相对比较费劲一点。所以英伟达走到这里，尽可能的相对小心，以减仓为主，而不是呢去买入去抄底。那么真的要去抄底，也等待飘带重新被站上，以及飘带呢重新转为紫色啊，不要转为黄色。我们整体呢做趋势，那短线这里呢也是风险。我们再看到它的红绿灯的预测点，那么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绿灯。好，那绿灯走势今天的预测值的低点是多少？是178.655。那么高点的压力呢是182.045。那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今天收盘价在178.655之下，那么就是红灯 K 线。那么也是呢，你要关注一下指数和大众个股有没有出现红灯。如果指数没出现红灯，而英伟达出现红灯，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说明英伟达再次的比指数比大众个股要走弱了。前面有一次呢是这根阴线的位置，指数突破而它未突破。那么目前的股价走势，如果指数未有红灯而它出现红灯，那是不是进一步的英伟达将弱于我们目前的指数？以上呢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MD。
AMD 最近的走势呢，相对也是疲软很多，跟我们之前所判定的那么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之前说过，市场在这一根上升趋势线当中呢，走了一个相对主升的行情。那么这种主升行情就不要怕停，一停市场就容易恐慌，可能就会出现获利兑现的这种潮汐。你会发现它这一根阴线有效跌破了前方的上升趋势线，而后斜率改变，那么市场呢就相对有获利兑现的预期。最近走的偏为震荡，而价格呢在这一个压力位置本来是支撑的，跌破之后转为压力，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震荡？那么在压力位这里震荡，说明压力位有效，这里要小心，它会继续延续下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的短线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呢就是比英伟达要更快一步走弱，因为它的一个飘带由紫飘带已经转为了一个黄飘带。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当飘带被跌穿之后呢，它再反弹就容易形成飘带的转射。一旦转射，说明中短期它这里就是一个压力，从支撑转为压力。目前飘带上方的压力呢是 170.5 附近，那么这里产生了压力区。而我们看一下它的底下资金呢是有红色柱流出的，前面这里也是有流出的，所以整体的市场开始走为震荡平整。那么这种震荡行情，它最后选择方向是如何，我们难以去评判。从目前来说，它的飘带转为黄色，那么这里就说明它慢慢的是偏空了，而高点也开始有所降低。如果后面再破个低点也降低，那么它的一个震荡之后选择方向打体就是向下的。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红绿灯上，红绿灯呢目前的一个走势状况还是偏 OK 的，因为它是一个绿灯后的一个情况，目前红灯没有产生。如果这里能够保持绿灯，那么还是有希望能够去冲击上方飘带的压力，而飘带目前还比较窄啊，如果能够站上突破，那么站稳把它变成支撑的话，那这里还是有机会慢慢再次转为我们的一个紫色飘带的，但前提是要保持绿灯。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65.89，高点的压力是 168.92，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偏多一点，那么阿珍呢可能就不会太细致的去分空间资金和动能上了，我们更多的可能直接讲一下趋势的变化以及短线的点位怎么去看，是否呢会出现黄 K 亦或者是蓝 K 等机会和风险信号。那么我们来到第一支标的是 Circle。目前 Circle 的一个走势呢，还是保持疲软，因为它的一个飘带已经是一个黄色带。那黄色带当中出现的任何买点呢，很多时候是以反弹来看待。而红绿灯的走势，你会发现基本这波下跌以红灯为主，而绿灯呢只是略微出现，立马就被掩盖。绿灯产生，而后第二天立马红灯，这为卖点；绿灯产生，第二天为红灯。基本上它没有出现绿灯连续保持的状态，都是以绿灯出现立马消失，以反弹来产生这种信号。所以目前来讲，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看涨的一种情况，包括红绿灯目前也还是红灯，底下是红灯，而后连续2天反弹都没有出现绿灯，所以整体的一个力度呢还不如之前。那么我们当下要看一下何时能够出现明显的一个止跌阳线，像前期这种阳线，它虽然绿灯之后第二天是红灯，但至少人家把握了1周的这种向上的一个力度和低点。那么我们要的就是能够有方向性的这种止跌阳，当下呢还没有，我们希望这里有一根强势的实体阳线，而后呢它是一个绿灯，那么才有机会去冲击这个飘带。飘带的一个下沿目前在 141.973 作为一个压力，而我们当下呢看一下预测值，今天预测的点位支撑，低点是 124.579， 高点的压力是 128.831， 关注这两个数值。这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R，PLTR 在本次的一个反弹当中，刚出现一个绿灯就立马接一根红灯，而且上方的飘带呢由紫色转为了黄色，所以目前的趋势呢已经由中期的多方转为中期的空方，底下呢也有2处的一个红色块，说明资金在前期流出的比较多。目前是一个绿灯转红灯，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下是一个卖出信号，而因为上方是黄带，甚至呢它可以说是一种做空的信号，所以这里是一个风险，它有高开低走，还是一根负阴线。我们来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53.14， 点压力是 159.56， 关注这两个数值，这个阴线所产生的位置是很容易产生反弹高点的卖空信号的，除非今天直接再转为绿灯，否则这个红灯保持，那么就依旧保持向下看。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Coin 呢，它的反弹力度相对弱了一点，虽然走出了一个破底翻，但翻的力度呢，一根阳线就结束了。目前上方的一个飘带是压制着，以下呢有支撑，左边有个蓝 K 有支撑，上方的飘带在往下走，所以目前形成了一种另类的收敛，有点
我们所说的一个三角形的状态。好，那这种三角呢，收到现在已经很窄了，它一定会选择一个方向。而目前的市场环境和它的一个股价的运动来讲，很多时候这个方向感觉要向下的可能比较大一点。目前呢，也是一个红灯占主导，没有出现绿灯。好，上方的一个压力位现在在 312.23， 如果要出现有效的向上，那么它一定要再来一根阳线，而这根阳线呢，它不能够比它弱，这样的话才能够突破这一个重重的压力，则略微上行它也容易下跌。所以当下的一个走势，它目前还没有完全转空，因为底下支撑还在嘛，它除非有一根明确的阴线往下砸，那这样的话呢才会延续下跌，它的空间正常应该跟这个高点和低点这个空间有关，往下去延伸，但它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下砸，这个地方呢你去看空去做空还比较早。那么我们更加期待的就是它能够有一根阳线，在回踩之后再次启动，那样的话呢选择方向向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目前还是红灯，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307.83， 高点压力是 313.5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呢，在回踩飘带出现了红灯而后转为绿灯之后呢，是不是我们一直看涨到现在？而左边前期呢有一根黄色 K 线，黄 K 被跌破风险产生嘛。好，这里是黄 K 的高点目前还没有被突破，再次来到这个压力位，又是一个左边的高点，所以这里呢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黄 K 如果再次的被确认是一个压力，再次跌破，那么这个位置它有点像双顶，就有点风险。所以这一波反弹走到这里，短线来讲获利已经不少，加上市场的一个情绪，将市场出现了一种变盘阳线的可能，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开始逐渐获利兑现。而后你要看一下它的回落的力度，最好我们看到这一根黄 K 的低点已经被这根阳线给重新站上，它最好不要再被跌破。如果再跌破黄 K 的低点，那我们认为它要继续的往这个飘带去运行，去回踩，再测试一下支撑了，而支撑有效再去冲击前高，否则直接跌破这个飘带的话就很危险。那么不跌破飘带之前呢，你说这是双顶就有点太早了，目前还没有双顶的这种现象，它还有很强势的趋势支撑，这支撑呢在437附近有所支撑的。所以整体是不用太担心，波段投资者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短线呢，你相对就看一下黄 K 的低点了，这个低点只要撑得住，短线也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452.63， 高点的压力呢是 468.96。如果今天的收盘价依旧保持在 452.63 之上，那么它还是绿灯，或者说它还是一个多头，它并没有出现红灯，那整体短线右侧也是没有风险。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VGO 的话，它也是类似于我们的英伟达的走势，但是它比英伟达还弱一点，因为它没有完全站稳飘带。英伟达至少是涨的比较多了，它目前的飘带呢也收得很窄，那基本上略微在这里调一调，不能保持强势上升，那它就会转为一个黄色带，而后趋势将会转空，它这里呢很容易转为黄色带。我们再看到它的 K 线上是一个绿灯，而后一直无灯，说明还保持多头，但是它没有跟指数一样有两个绿灯，整体来讲还是一个缓涨的状态。左边3根阴线，右边4根阳线，说明目前的空方还是比多方强的，因为它的4阳没有吃掉左边的3阴。目前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97.015， 高点压力是 304.415，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出现我们的红灯产生，再加上飘带附近的压力，那么这里将是一个风险。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的风险区，但因为它前期经历过了一个调整，已经是释放过一次风险了，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黄色 K 线整体是没有被有效跌破的，略微回踩一下就止跌上行。黄 K 出现有调整，但是有些人呢是大顶，有些呢是小高点，还是不影响趋势的。那么像阿斯麦的黄 K， 阿哲认为大概率它是属于上升时的一种滞涨，而后回落之后还能够启动的这种小高点。所以目前来讲，飘带延续发上，那么趋势连续看涨。目前有3个绿灯，说明比市场很多个股都强。目前来讲，它依旧延续超跌反弹，甚至呢有趋势反转，延续看涨的这种迹象。黄 K 低点作为防守，作为短线的防守，低点是 757.79。那么看到下方它的107天线和它的飘带是靠近的，是粘合的，所以整体这一个区间作为波段中长线投资者的一个支撑位，这里不破，依旧趋势看涨。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763.895， 高点的压力是 776.685，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出现红灯也相对要小心，因为黄 K 后有红灯，哪怕不跌破低点，同样也是要小心的。
我们来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的趋势整体没有问题，只是相对反弹来说会偏弱一点，至少离左边的这个阴线略微有过去了，比指数还是强一些的。前期蓝 K 之后有绿灯，而后出现一波强势上涨，前面下跌有蓝 K， 而后突破有绿灯，出现强势上涨。那么在上图中呢，出现了连续性的这种黄色 K 线，是不是有风险？那么黄 K 产生，而后出现下跌破位，那么这里产生了一个风险回调，回调过程当中又回踩飘带出现了一个绿灯，是不是目前依旧出现上涨？那么反弹力度呢不如 APP， 但是整体也还是趋势强劲的。它的飘带底下是 227.108， 这个价位目前没有被跌破过，那么这一个上沿还是比较稳固的，不跌破趋势保持看涨，跌破的话要小心，它走的是一个 M 日型的下破，要去下探一下170附近的空间。因为它这里呢有一个资金的流出，所以这个位置还是相对要注意一下，小心它跌破这个上沿，然后引发再次的波段的调整。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29.375， 高点的压力是 232.015。 从目前的价格走势来讲还是强势的，趋势没有问题，只是小心跌破再次的回落而已。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Meta 呢，它也是反弹过程当中遇到了飘带，飘带如果它是一个紫色带的话，它不应该有压力的，但是 Meta 反弹到这里反而在中轴的位置有压力，而后飘带有收减，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慢慢的转为黄色带。同时 K 线出现了一个红灯，那么红灯产生后只要不是绿灯，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依旧还是按调整短线去看，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739.455， 高点的压力是 750.765，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跟我们刚刚所看的 Meta 是有点像的，或者说更多的它呢是比 Coin 要弱，股价下跌，目前是保持一个下行的走势，跌破170后有所反复震荡，没有有效跌破170，那么它又有可能是一个趋势低位，加上底下的资金有流入迹象，目前还是比较看好，至少它不应该作为看空的标的吧。那么这里呢有一个红灯，底下目前震荡的一个空间或者说它的一个幅度比较大，所以它出现了反复的红绿灯。那这种反复红绿灯出现的时候，不以此为判定了，它是红灯绿灯无所谓，我们要关注有明显的启动的现象，或者说我们用传统的 K 线去看，这里其实就是一种小级别的收敛，价格后3天在第一天的内部，这是一种内涵内包的状态，或者说叫晕线的状态。这时候我们需要的绿灯不是在这之中的绿灯，而是突破左边高点产生的绿灯，这个时候才叫方向选择向上。否则如果是跌破这个区间后的红灯，那么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些位置突破跌破产生的红绿灯，在这之中呢整体以震荡看待。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336.985，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346.915，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目前还算是强的，因为它的绿灯还是保持，它的绿灯从前期这一波相对升幅的调整回落之后，它出现了绿灯，它出现了红灯转绿灯的一个买点。那么它一出现这种买点呢，基本上会延续比较长的时间，包括前期这里也是回踩飘带，红灯转绿灯，然后一直持续，一直都是绿灯，到这里出现红灯时才开始调了一下，然后再转为绿灯，又一直延续上涨，一直延续上涨。前期下跌呢，这里也没有红灯，所以谷歌的这种走势，短线上哪怕偶尔有回调，它都构不成这种有效的这种调整，它整体来讲还是很强的。目前也还是绿灯，那正常来说回踩再转为绿灯，它应该会保持比较长时间。当然这里也有可能是一个末端，它有可能出现红灯的连续性，那个时候要小心。而当下还是绿灯，就依旧保持趋势看涨，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07.3， 高点压力是 210.48， 关注这两个数值，整体看涨。而飘带的支撑也给大家看一下，飘带这里呢要关注 203.648， 这是一个飘带的一个支撑位。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整体是一个大阳线上涨，而后飘带走为紫色，但是它不算是一个上升趋势它从前面的飘带转为了一个黄色之后呢，它基本是一个横盘，飘带的这个中轴线一直是走横的，它没有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趋势发散，所以这个飘带和这一个黄带它整体的支撑压力是不明显的。在走平的这种趋势当中呢，你就不用太关注这种飘带的支撑压力了，很多时候会被跌穿，除非飘带后续呢能够走宽变宽，像前期这样子趋势要形成发展，而后到一定的势头，它才会产生支撑。那目前这个飘带还很窄，有效的支撑压力就不明显，所以目前以震荡来看，那震荡的上沿可以说是这个缺口的下沿，然后震荡的下沿可以说是这个170的支撑，整体在这里运行，
目前在震荡区间的上轨附近，越靠近这个上沿附近就越是风险。前期这里呢是一个黄 K 跌破产生下跌，目前回归这里还没有突破黄 K， 所以这里越是上涨，越是靠近，它的风险性在震荡行情当中呢会越大。而在站回黄 K 的低位之后，如果再下跌，那么这里可能会形成高点下移的这种动作，那么慢慢的走出下行的走势，那这是要小心的。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目前是一个绿灯，而后上行保持。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低点是 228.46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30.52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 在前期这里低位出现绿灯，而后产生了超跌反弹，绿灯底下呢是170的临近，并且170是向上的。当前飘带是一个黄色，说明整体中期是偏空，而后底下的支撑是107天均线，它整体也在压缩。这种压缩过程，它目前临近飘带的一个下轨，这个压力是 45.153， 这个压力呢要注意是 45.153。目前已经很靠近，如果这里收跌出现红灯，小心要对170再次的回探。但170不跌破之前呢，我们还是以中期、长期有可能处于低位的一种可能性去关注。它底下也很临近低洼区了。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44.315， 而高点的压力 45.455，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组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它也是一个环带，但是它整体也是一个震荡，因为在飘带走收敛和转为颜色黄色之后，它整体呢是一个走平的，整个价格走势也是一个震荡。那么上方的上轨，下方的下轨，这基本也还是震荡，但是它更像是一个震荡向下运行的过程，所以它的高点基本都没有新高，低点呢有新低。那么我们看到目前，既然高点难以新高，越临近高点是不是越是风险？而飘带呢又是压力，这里要小心飘带用看空的一种信号，就是出现红灯，然后跌破飘带。飘带目前的下沿是 238.812， 所以你要小心这个价位被跌破。飘带的下沿目前是 236.577， 所以你要小心这个价位被收阴跌破，而后产生红灯。我们关注一个低点支撑是 237.363， 这是一个红灯产生的依据。高点的压力是 241.327， 关注这两个数值。最后我们再看到 call 位，那么这只标的底下已经进入到低洼区很长时间了。我们之前讲过，这一波下跌有可能是一波诱空形式的下跌，而它下跌后不久，这里出现了蓝 K， 并且被突破。而后我们是不是也讲过，这里是一个九转？目前阿哲把九转指标呢调出来了，这个位置就是9号 K 线，9号 K 线的高点，它刚好是个关头阴线，目前被一根相对强势的阳线给突破，所以关头阴线、9号 K 线高点都被突破，那这里呢就是一个买点信号。也是上期视频我们讲过 call 位要注意的买入信号，一旦出现可以去博弈超跌反弹，上方压力是在飘带的下沿 102.531 作为第一个反弹空间。那目前呢，因为英伟达财报的一个影响，所以出现了略有回落，但整体回落的力度是不太强的，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以此为看涨。那么相对的这个止损位是哪里呢？你可以分批去看待。第一个，如果你相对保守，你可以以9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之后认为有风险，但这个位置可能过于保守，可能会被洗出去，所以你也可以以6号 K 线这一波结构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这里呢更容易让你把握到后续可能发生的超跌反弹，所以这是call位的一个相对的判断技巧。这一波下跌途中呢，它就出现过2次的九转，一次呢在这里出现突破之后守住低点展开反弹，现在又出现了9突破之后守住低点，希望也如期展开反弹，在这个位置寻找压力，而后去获利兑现。如果市场能够很强劲的反弹，那甚至呢有一个扭转趋势的可能，底下的聚宝盆要关注一下会不会有资金流入，所以这是call位我们所看到的技术分析的一个反弹买点。同时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当下保持绿灯，我们小心绿灯之后绝对不要快速出现红灯。低点支撑是 94.79， 高点的压力是 99.64，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8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